它是古人类学历史上发现最早的、最完整的人类祖先儿童骨架。Lucy， 感觉它的棺材都要厚实点。酒店楼下就是著名的那个卢旺达菜市场，这边是很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。这边有特别多的中餐厅和中国的超市。看啊，这到处都是一些中国超市、中国饭店，重庆面馆都有啊。然后在网上看过一些之前来旅行过的朋友发过的消息啊，就是说可能会出现抢劫这些不安全的现象。我们也看到这边这条街很现代，而且有一些新修的房子，跟我住的那边完全感觉是两个世界。这边呢已经不属于中国人的聚居地了，但是走着走着突然发现那儿有一家名人国际酒店。走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到市中心了哈，我感觉，因为那边可以看到一些高楼大厦。然后凯悦酒店也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应该是亚的斯现在最好的酒店了。我看这条河，这个河水里面全是垃圾啊，污染还是挺严重的。亚的斯亚贝巴的海拔有2000多米，并且它其实是一个山地的地形。城市里边有很多要爬坡上坎的地方，比如说现在我就在爬坡。这座城市的气候呢，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好的，它有点像昆明和西昌这种城市，海拔高嘛，然后日照又充足，它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感觉亚的斯还有点大城市的感觉啊。这边是他们的那个太空自然博物馆，修得很漂亮啊。这个公园看起来非常漂亮啊，绿草如茵。这是亚的斯亚贝巴的 Albrecht 图书馆，造型很别致啊，我觉得这个建筑挺好看的。现在来擦一个鞋啊，50块钱，大概人民币3块。我跟他讲价，我说50，我看我最后他会不会给我抬价啊？如果只要3块钱人民币的话，还是很值得的。洗完了3块钱。从酒店走了6公里啊，现在到了本次行程的一个重头戏，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博物馆。门票是50比尔，跟刚刚擦鞋一个价格，人民币3块钱，非常便宜啊。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那个著名的 Lucy， 它是一具发现于东非的古人类化石，生活于320万年前，是已知的最早的人类祖先，被称为人类的祖母。它发现的地方就是这个哈达里。从大厅进入博物馆之后，首先出现在眼前的不是 Lucy， 而是 Ardi。Ardi 被认为是一位生活在440万年前的女性，她身高1.2米，体重40到50公斤。接下来看到的是南方古猿 Salem。Salem 是一个年仅3岁的小女孩，她是古人类学历史上发现最早的、最完整的人类祖先儿童骨架。她生活在330万年前，比 Lucy 还早了15万年。Lucy， 感觉她的棺材都要厚实点其实这儿展出的也只是复制品，真正的 Lucy 被封存在博物馆里。这位著名的南方古猿女性在 Ardi 被发掘之前被视为人类最早的祖先，生活在320万年前。Lucy 的个子很小，只有1.05米，并且她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。这是她的牙齿。这边都是一些出土的青铜器都是一些墓葬里边出土的，反映了埃塞俄比亚当时的这种墓葬文化。那个时候呢，也反正就是青铜时代吧，大家看看啊，跟中国的那些部件都差不多。这边呢，同样也是在墓穴里面发现的一些陪葬品吧。这件藏品的造型非常生动，展现的是狼抓山羊的场景，是不是和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有点相似的神韵呢？这个东西像什么，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吧？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啊，反正这个看形状大家都知道是啥。
这边有更多漂亮的珠珠串串啊！哎呀，真的很漂亮哎！你看这些珠珠，颜色多好看啊！哦，这个展厅呢，东西呢就比较现代了，比较近代了。这个就是一个19世纪到20世纪的王子穿的衣服，国王的王冠上面镶嵌着宝石。我操，这件衣服太酷了吧！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。它其实面积不大，但是所有的藏品都摆得很集中，而且也很有条理，1层楼、2层楼、3层楼，让你很全面的去了解埃塞俄比亚的历史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如果是来亚的斯亚贝巴的话，是一定必来的啊。亚的斯是一个非常堵车的城市啊，大家看那前面那个堵车的盛况。哇，这个天空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一家是著名的 Tomoka 咖啡，我们去尝一尝。刚刚在咖啡店买了点咖啡啊，因为好像说如果是去机场买的话呢，价格就是3倍了，在市区里面买是最便宜了。最后吃一份140块人民币的水煮牛肉，结束在埃塞俄比亚的旅行。